好，来，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很实际的话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可能真的需要做一些 assessment， 或者需要找心理专业人士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开始呢？然后，既然这个是第一个影片，我们就不要一开始就讲到很 heavy 啦，先从一个比较基础但是很实用的话题先开始。有时候我们会来到一个状态，不是说真的很严重，也不是说一定已经到了一个很糟糕的地步，但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自己有点不大对劲这样。可能是你最近一直很累，那种不是身体的累啦，只是你一醒来就觉得又有一天要过了。又或者是你发现自己很容易 irritated， 就一点点事情你觉得很暴躁。又或者你开始想很多东西，越想就越乱，越想就越没有头绪。然后你脑海里面可能就会闪过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应该找人聊一聊呢？还是我应该做一个 assessment 呢？但是通常下一秒另外一个声音就会跑出来了，哎呀，不用啦，大家都是这样过的，以前的人哪里有这么多东西？甚至有些安哥安弟可能会觉得去找心理咨询师好像是一种脆弱，又或者是一种你不够 tough 啦那种表现。这个我真的听很多。可是如果你身体不舒服，你会去看 doctor 的那为什么当你的情绪状态心里开始不舒服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要自己应承呢？所以如果你真的开始在想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可以先有。那3件事情，第一件事，先看 therapist 合不合资格，不是先看他适不适合你。很多人会讲，我想找一个适合我的 therapist， 当然这个很重要。那我觉得在那个之前，先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therapist 是不是符合资格的。在 Malaysia， 如果你要找 clinical psychologist， 你可以看看对方有没有在 MAHBC 那边注册。那如果你要找 counselor 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在 Board of Counsellors Malaysia 注册。这个不是什么挑剔什么东西，或者是很爱查人家背景，不是的，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安全问题。因为如果今天你看在 social media 上面，你看到很多不同的 title 的，什么 coach 啦，什么 healer 啦，什么 trauma expert， 什么 emotional support specialist， 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很厉害。可是问题是，对方有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这个很重要。心理健康这件事情不是单靠经验分享就可以 cover 到完的，它会涉及 assessment， 它会涉及diagnosis， 有些时候也会涉及一些风险管理的。所以第一步不是先看你喜不喜欢这个人的 content， 也不是先看他讲东西有没有 feel， 有没有 touch 到，而是先确认他是不是符合资格的心理咨询师。那来到第二个了，就是第二件事情，有资格了之后才看适不适合你。OK， 你已经确认这个人是符合资格的，接下来才会去看别人一直都在讲的，到底这个 therapist 适不适合你。你可以问问看自己几个简单的问题啦。我在这里讲话有没有舒服？我在这里有没有觉得被理解？我会不会一直有一种被 judge 的感觉？有些心理咨询师其实很专业的，只是你会觉得好像感觉没有那么对这样子。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不是马上就要换 therapist 啦，你可以先做一些简单的沟通，跟给对方知道，你比较喜欢怎样的方式，或者你觉得现在这个过程好像没什么帮到我。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可以慢慢调整的。如果沟通了之后，你也是觉得不是很适合，你可以当然选择换啦。这个不是你不尊重对方，也不是你太难搞，而是你在为自己负责任而已。那来到第3件事情，就是 assessment 不是给你贴标签。很多人会怕做 assessment 的，一听到的字就会觉得是不是做了之后我就会被定义成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有些会觉得好像一做完别人就会讲你就是这个问题，你就是那一种人。可是 assessment 其实原意不是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帮助你理解自己的过程。很多时候你只会隐隐约约觉得好像哪里不大对，可是你讲不出来，到底是压力太大、情绪问题，还是专注力的问题，还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Assessment 的作用就是帮我们在这种模糊的感觉慢慢理清，
它不是判断你有问题，它也不是为了你给你一个标签，它比较像是在帮你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接下来可以怎么做。然后我想讲一个比较现实的东西，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不 OK 的，很多人是知道的，只是我们会拖啦，拖很久，毕竟是人嘛。那为什么会拖？因为怕面对，怕花钱，怕别人不理解，也可能是怕一旦去找assessment 了，就代表自己要认真面对这些问题了，这个真的很正常的。如果你已经来到这个阶段，你开始去找 Google 一些东西，或者是找 psychologist near me， 或者是开始问朋友哪里有靠谱的一些 counselor psychologist， 其实这个已经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内心有一部分在尝试照顾自己了，只是你可能现在还在犹豫，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而已。所以如果今天要简单总结的话，3件事情：第一，要先确认那个 therapist 的资格；第二，再看适不适合你；第三，就是不要把 assessment 看成一种标签。心理健康这件事情不是 trend 来的，也不是代表你脆弱，它只是开始，你怎么讲？它只是你开始认真看待自己而已。如果你有想过要找心理专业人士的话，或者你曾经也卡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当初最卡住的点是什么呢？可以留言分享一下，我也想听听大家的一些经验哈。OK， 就先这样。如果你有觉得有帮助的话，可以按个赞或者分享一下。我是卡斯，我们下次再聊。